美股暴跌在即，技术分析揭秘市场底部形成的隐藏信号。经历了上周4天的大涨，市场的情绪似乎出现了明显的转暖迹象。上周我在文章的结尾为大家分享了2张走势预测图，一张是关于标普500的预测，另一张是关于 NVDA 的预测。从本周回顾来看，我们精准命中的每一天的走势，虽然我们的预测完全正确，但不得不提醒大家，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成分是运气而非实力。技术分析的局限性与应用。至今，很多投资者对技术分析仍有顾虑，尤其是面对量化时代的背景以及消息面不确定性的影响。我们常常听到川普一天一个消息，技术分析能起什么作用？我非常理解这种担忧，甚至在我自己也常常在反思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技术分析的核心并非是对未来的精确预测，而是从历史走势中寻找规律，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市场的行为，以便做出我们的决策。例如 CNN 贪婪恐惧指数跌破10以下时，通常是抄底的好机会。历史数据显示，当该指数低于10时，SPY 在未来3个月的平均收益率在 10% 到 30% 之间。这就是技术分析的一种体现。比如在4月7号 CNN 贪婪指数跌至3，这一数据非常极端，就算是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指数也仅仅跌至2。你说一个面临全球停工停产的事件和这次的关税哪个影响更大？所以基于此，在7号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可以加仓，尽管许多人可能觉得我是在心里按摩，但后面的走势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有效性。标普500走势预测。对于未来大盘的走势，我在上周五通过 Discord 频道分享了3种可能的预测方案。这并非单纯的预测，而是给大家提供几种可以采取的操作思路。第一种方案，这也是我个人当时比较倾向的走势。4月9号大阳线5481点不能突破并站稳，所在图中蓝色水平线位置形成压力，可能跌到下方蓝色斜线的位置，这时开始逐步抄底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标准的上升三角形，那么后期可以看到6000点附近。另一个就是重新突破5481点后，伴随明显放量，可以重新参与。第二种方案，如果周一直接高开并且伴随放量，可以视为市场形成了倒形反转，我们可以进场追涨，目标位在5646附近适当止盈，长期依然看6000点附近。第三种方案，如果市场从本周开始持续下跌，跌至5080附近，可以进行抄底操作。如果在此价位无法企稳，我们就需要止损，而若无法站稳5080，后期可能会再次测试4835的支撑。4月7号到底是不是底？4月7号是否就是绝对底部呢？从技术角度来看，我现在认为比上周的底部判断概率还要大。接下来，我将从几个角度为大家阐述这一判断的理由。1、宏观政策的影响。4月7号市场的极端恐慌抛售，主要是由于关税政策刚刚落地，投资者对未来的影响无法定价。那天的市场反应过度，但随着后续各国与美国的谈判进展，宏观环境正在逐步改善。即便宏观环境依旧严峻，但也不可能再比4月7号时更糟。因此，极端抛售的概率较低，反而可能成为市场的底部信号。2、技术面，下影线和成交量。从技术角度看，本月仅剩3天的交易日，如果这3天市场没有出现大幅下跌，甚至出现小幅上涨，那在月线图上将会形成一个长长的下影线，同时伴随放量。历史数据表明，标普500在出现这种级别的下影线后，继续下跌的次数不超过3次。因此，只要这3天不发生大的波动，技术上已经可以更加确定底部已经形成。3、突破下降趋势线。上周的上涨突破了自6147点以来的下降趋势线，进一步确认了底部的形成。从日线上看的话，这里我曾说过多个突破，比如5481的突破，还说过收敛三角形突破，以及上升三角形突破，还说过 W 底。
无论是哪个，现在看都是突破成功。5481的突破，我当时一直说这个位置站稳才能看清方向，低点不断提高，高点也在不断提高。收敛三角形，大家可以看图，周四的时候突破了，上升三角形，周五的时候突破了 W 底，其实早就形成了。在这里，我想特别提到 W 底形态的思路。这一形态的关键特征包括：第一条腿的放量，通常发生在价格下跌过程中，市场情绪恐慌，卖盘加重，成交量上升。第二条腿的缩量，这是 W 底形态的典型特征，说明卖盘减少，恐慌情绪逐渐减弱，价格下跌动能减弱，市场进入整理阶段。从实际走势来看，尽管在4月9日的突破时，成交量显著放大，21号形成第二条腿时，成交量明显缩小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，突破颈线的时候成交量没有跟上。虽然这次技术上算是突破，但是这可能表明短期内买盘力度有所不足，短期内也许有回调风险。当然，如果后期市场调整，我们依然可以将其视为再次加仓的机会。结语：市场的底部与投资机会。总体来看，从技术面和宏观面来看，4月7号后的极端抛售几乎已经是市场底部的信号。尽管短期内可能还会有震荡，但从历史数据和当前市场的情绪来看，这个底部的概率很大。无论是突破了上升三角形，还是形成了 W 底，都是市场逐步恢复的强烈信号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如果市场进一步回调，将是一个新的机会。关键在于心态的调整与操作策略的灵活应对。接下来的交易中，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市场的走势，灵活应对，不断优化操作策略。希望本篇分析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市场的状况，并为接下来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。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。如果有需要进 Discord 平台进一步交流的，欢迎大家私信。老王的频道不割韭菜不开会员。最后，再次附上一张我对大盘未来走势的乐观看法，仅供娱乐，切勿当真。